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当通用人工智能横空出世的时候，华尔街的资金疯狂逃离了一个行业，那就是传统教育。所有人都认为，既然大语言模型可以免费帮你写论文、解微积分，甚至通过复杂的职业资格考试，那么那些卖纸质教科书和提供题库的公司，注定会被历史的巨轮无情碾碎。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在这个宏大的悲观叙事里，有一个非常惨烈的牺牲品，那就是曾经在疫情期间风光无限的在线题库公司 Chegg。当 ChatGPT 普及之后， Chegg 的 CEO 在财报电话会议上无奈地承认，原有的付费学生们正在快速流失，转而使用免费的人工智能工具去寻找家庭作业的答案。这家公司的股价在很短的时间内从110美元一路崩盘到了3美元以下，上百亿美元的市值灰飞烟灭。当时整个资本市场理所当然地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更大的目标，一家拥有180年历史的英国教育出版巨头 Pearson。在华尔街很多量化模型和年轻交易员的刻板印象里， Pearson 就是一个靠着垄断公立学校渠道，卖着昂贵纸质教科书为生的老古董。在人工智能这种史诗级的降维打击下，它理应是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但是如果你仔细翻开 Pearson 近期刚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你会看到一幅完全违背市场直觉的画面。它的底层销售额不仅没有像预期那样大幅萎缩，反而实现了4%的稳健正向增长。其中虚拟学习业务的收入大幅飙升了21%。不仅如此，这家公司还在用源源不断的自由现金流在市场上大举回购3.5亿英镑的自家股票。一家被宣判了死刑的百年老店不仅没有死，反而活得越来越滋润，估值稳稳地站在了90亿美元的上方。这背后隐藏着一个被市场严重误判的底层商业逻辑。要真正理解 Pearson 为什么能活下来，并且展开反击，我们必须先看懂这家公司骨子里的冷酷基因。Pearson 并不是一开始就做教育的。1844年，他在英国的约克郡以一家建筑工程公司的身份起家，曾经修建过贯穿泰晤士河的隧道，甚至在全世界承包建造铁路、水坝和港口。到了20世纪，他凭借着手里积累的巨额资本，华丽转身，变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全球媒体帝国。你可能不知道， Pearson 曾经拥有过全世界最顶级的财经媒体资产。他牢牢掌控了著名的《金融时报》将近60年的时间。他还拥有过《经济学人》杂志50%的股份，以及占据出版界半壁江山的企鹅出版集团。但在过去10几年里， Pearson 的管理层做出了一个让整个英国上流社会大跌眼镜的冷酷决定。他们把这些代表着无上荣誉和深远影响力的媒体皇冠毫不留情地全部变现出售。金融时报卖给了日本经济新闻，经济学人的股份也直接清仓套现。他们把换来的巨额资金全部砸向了一个方向，纯粹的教育评估、资格认证和数字化学习。这种近乎没有感情色彩的资本配置能力，说明了 Pearson 绝对不是一家会被情怀或者传统包袱拖垮的公司。当数字化浪潮袭来时，他们敢于断臂求生；当人工智能风暴降临时，他们同样有着极其敏锐的防御和进攻嗅觉。市场在恐慌抛售 Pearson 的时候，犯了一个致命的常识性错误。他们混淆了学习知识的过程和社会能力的认证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商业环节。大语言模型确实可以非常高效地教你如何编写复杂的代码框架，如何练习纯正的英语口语，或者帮你逐步骤解答一道高难度的物理题。在辅导这个环节，人工智能的边际成本已经趋近于零。
这确实彻底摧毁了像 Chegg 这种纯辅导和题库平台的护城河。但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不仅仅需要你学到知识，更需要一个具有绝对法律和行业效力的权威机构来证明你确实具备了这种能力。而这正是 Pearson 深不可测的终极护城河。Pearson 旗下有一个极其庞大的核心业务板块，叫做评估与资格认证。如果你是一名想要去海外留学的学生，你需要通过 PTE， 也就是 Pearson 学术英语考试，来获取各个国家移民局的签证和顶尖大学的录取资格。如果你是一名想要拿到执业资格的注册护士，你需要通过 Pearson 提供的临床医学专业评估系统来进行考核。在这个被称为高利害关系的测试领域，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取代传统的权威评估机构。ChatGPT 确实可以完美的教你英语语法，但美国、英国或者澳大利亚的移民局绝对不会凭借一张 ChatGPT 开具的聊天记录，或者某个开源软件生成的电子证书就给你发放工作签证。他们只认 Pearson 这种权威机构在经过严格生物识别监控的物理或者安全线上测试环境中出具的官方成绩单。Pearson 卖的早就不是简单的教科书了，他卖的是现代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准入通行证。人工智能不仅没有摧毁这项业务，反而因为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低成本的 AI 工具获取了知识，导致更多的人有能力去参加各种专业认证考试，从而直接在底层推高了 Pearson 的认证业务需求。除此之外， Pearson 手里还握着 AI 时代各大科技巨头梦寐以求的最稀缺资源，绝对干净、具有独家版权的专业数据。今天所有的人工智能大模型都面临着一个致命的行业痛点，那就是幻觉。如果在写网络小说或者生成营销文案时，模型出现了幻觉，最多只是闹个笑话，但在教育、医疗评估、高级工程认证这些严肃领域，哪怕是95%的准确率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哪怕是一个基础医学公式的错误，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各大科技巨头用来训练底层模型的高质量公开网页数据，已经快要被抓取殆尽了。而 Pearson 在过去上百年的时间里，积累了海量的经过无数学者同行严格评审，拥有完全排他性版权的结构化教育和评估内容。这就意味着 Pearson 根本不需要自己去跟 OpenAI 或者谷歌拼显卡算力，拼底层大模型架构。CEO 奥马尔·阿伯什采取了极其聪明的防御反击策略，他们直接与外部的科技巨头合作，把最先进的大模型架构引入公司内部，然后喂给他们 Pearson 独有的版权数据。在2025年的年度报告中， Pearson 明确指出，他们正在将 Anthropic 的 Claude 大模型广泛部署到内部的工程、研发和业务部门中，用来大幅度加速软件开发和提升内部生产效率。同时，他们把经过自家私有数据微调后的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到学生的学习工具和教师的定制化评估系统中。一项内部数据显示， Pearson 专为教师打造的 AI 辅助评估工具，直接将教师备课和批改测试的时间缩短了1半以上。因为底层数据是封闭且绝对权威的， Pearson 训练出来的人工智能应用根本不会出现开源模型那种胡编乱造的致命幻觉。他把一项本来足以颠覆行业的外部技术，完美地转化成了提升自身产品壁垒和扩大利润率的内部武器。顺着这个逻辑往下看，你会发现 Pearson 正在悄悄开启一个规模更加庞大，甚至具有爆发性潜力的全新增长引擎——企业级 AI 技能重塑。人工智能正在无情地消灭大量的基础代码和白领文职岗位。在这个不可逆的宏观趋势下，全球的跨国企业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集体焦虑。
如何快速大规模地对现有的数十万名员工进行技能转型和重塑。这催生了一个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庞大增量市场，而 Pearson 精准地卡位在了这个风口的最中央。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中， Pearson 的企业学习与技能业务实现了 8% 的强劲增长。管理层整合了内部的销售和产品团队，专门针对企业级市场推出了高净值的技能认证打包方案。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 Pearson 在近期接连拿下了多个重量级的行业长期大单，他们已经跟包括微软、亚马逊、谷歌、IBM 以及德勤在内的9家全球顶级科技和咨询巨头达成了深度的战略合作。这些在底层算力和云服务上打得不可开交的巨头们，正在向 Pearson 承诺支付数亿美元的真金白银，让 Pearson 来帮助他们建立、交付和推广各自的技术认证体系。这是一种十分精妙的商业生态位。Pearson 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这场 AI 淘金热中掌握着标准制定权的核心卖水人。不管最终是微软、谷歌还是其他哪一家大模型取得了最终的技术霸权，只要整个社会需要对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技术认证和技能重塑， Pearson 就能从中源源不断地抽取过路费。在财报电话会上，管理层也非常坦诚地谈到了目前的宏观风险，他们正在密切监控中东地区的地缘冲突可能对海外留学市场和线下考试交付中心带来的潜在干扰，但这部分相关业务仅占集团总收入的 2% 左右，完全在可控的容错范围之内。当我们把所有的商业故事和宏大叙事拨开，回归到最底层的冷酷财务数据上时， Pearson 展现出了犹如重兵把守般的防守反击能力。在已经披露的2025年完整财年中， Pearson 实现了 35.8亿英镑的总销售收入，调整后的营业利润达到了 6.14亿英镑，底层利润增速达到了 6%。 更重要的是，在持续投入 AI 研发的同时，它的营业利润率依然从 16.9% 稳步扩张到了 17.2%。而在刚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交易更新中，所有的业务单元都在按照预期稳步推进。管理层非常有信心地重申了2026全年的财务指引，预计全年的调整后营业利润将维持在 6.4 亿到 6.85 亿英镑之间的高位。最让华尔街机构投资者感到安心的是这家公司惊人的自由现金流转化能力。它的自由现金流转化率常年维持在 90% 到 100% 的高水平区间，2025年甚至一度达到了 125% 的超额转化。正因为手里有着充沛的现金，管理层在资本回报上毫不手软，在2025年完成了 3.5 亿英镑的股票回购，注销了 5% 的流通股之后，他们在2026年初继续推出了新一轮 3.5 亿英镑的回购计划。仅在今年第一季度，他们就已经以平均964便士的价格在市场上强力扫货，买回了超过 2.19 亿英镑的自家股票。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拥有深厚护城河、垄断着高利害关系认证市场，并且正在从企业级技能重塑中疯狂获利的公司，它目前的估值却显得非常克制，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了偏见。目前 Pearson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大约维持在15美元左右，总市值刚过90亿美元。按照投资机构的测算，它的常态化市盈率大约只有 16.6 倍，股息收益率则维持在 2.2% 左右的健康水平。当我们看到市场上那些稍微沾上一点人工智能概念，甚至连盈利模式都没跑通的软件公司，动辄以40倍、50倍甚至上百倍的市盈率在疯狂交易时， Pearson 这不到17倍的市盈率显得格格不入。许多量化模型和消极的被动资金依然把它刻板地分类在正在衰退的传统出版业的标签之下。市场正在为科技巨头的庞大资本开支支付极高的估值溢价，却严重低估了在 AI 时代拥有完全闭环的
独家版权数据，以及现实世界不可替代的认证体系，究竟蕴含着多么庞大的现金流价值。在汹涌的时代浪潮面前，底层技术可以被瞬间颠覆，软件代码可以被迅速复制，但人类社会对于信任机器和权威认证的底层需求，是人工智能在短时间内绝对无法跨越的鸿沟。Pearson 这家180年的老店，用它冷酷的资本配置纪律和敏锐的商业嗅觉，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做穿越中期的绝对壁垒。感谢大家观看，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你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